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我是卡爾先生，帶您掌握週期，財富自由哈。台股呢，過去30周連續重挫，接着呢，7月31號當日暴漲3000多點。現在很多人最想知道的是，這一波台股乃至於美股的下跌結束了嗎？那反彈可以追嗎？我先講結論哈。現在不要只看指數漲了多少，真正決定行情能不能止跌是槓桿資金有沒有清洗完畢，以及呢外資呢是不是停止從台股繼續提款？因為目前呢，台灣的整個這個槓桿的資金雖然大幅減少了，但是仍然還在歷史高檔，外資累計賣超過去一段時間也賣超了台股1.5兆台幣。那麼今天呢，卡爾先生會分享2個訊號。帶您判斷這一次暴漲只是反彈，還是市場真的開始止跌轉漲？止跌轉漲。好，今晚提到的內容呢，都是卡爾先生個人的觀察、觀點跟經驗分享，並非投資建議，不會構成任何個別股市的這個股票的建議或買賣推薦。那麼請大家投資的時候，務必要多多的吸收不同的資訊，自己為自己的這次投資做出決策，做出負責。好，來，我們首先來看一看台股到底有多熱。來看台股有效交易戶數，就是所謂有效交易戶數是真的有在下單，真的有在交易的人數。最近3個月的這個平均高達637萬戶，637萬戶。好，那麼過去9個月的比過去9個月平均值呢高出了19%。你看像去年的10月就432，然後高一點到1月518。然後開始暴衝569、648到693。好，那這是什麼概念？你知道嗎？台灣現在2300多萬人，扣到小孩跟一些長輩，幾乎呢每2個成年人裡面就有1個在最近3個月都有買股票。所以歷史經驗告訴我們，當平常不看盤的人都大量進場了，那當全民都在討論股票的時候呢，通常呢不是行情的起點，而是已經到行情的末段了。好，那麼現在更關鍵的問題點是呢，那過去一段時間這些新進場的資金，尤其是今年年初到現在的，是從哪裡來的？很大一部分這些錢都是借來的。好，那麼過去投資人呢，可能會用房貸啦、車貸啦、銀行的信用貸款啊，或股票融資來借錢來買股票。那麼這一次呢，比過去更激進的做法是什麼？買入股票之後，再把股票拿去質押貸款。拿到貸款之後再買股票，變成了6代同堂。這個6代同堂是台股有史以來幾十年來沒有看過的，以前槓桿也不會開到這種程度。所以金管會看到這樣子呢，也緊張到趕快修改規定，推動銀行跟券商的借貸資訊互相的流通。因為現在銀行看不到有多少券商借了多少錢給投資人，券商也看不到呢投資人在銀行借了多少錢。沒有人知道整個這個槓桿市場的全貌，就是到底一個人他借了多少錢，現在是看不到的。好，那麼再來呢，很關鍵的點是台股會跟美股聯動，所以呢，台股未來會不會上漲，我們就先來看美股。好，這張圖呢是美股散戶投資人融資餘額的年增率。好，上面黃色這一個線是美股投資人融資餘額的年增率，就是他借錢來買股票的年增率，好，那麼我們先來看底下這個表，重點是底下這個表，底下這個表比較簡單，這是什麼？這指的是當借錢進場的速度比股票上漲的速度還快到20%的時候，就會跑到上面這個框框，一次。2次，好，2021年1次，然後再来2026年，好，所以在美股歷史上呢，從1998年到現在，包括這一次，只有4次，怎麼樣？借錢買入股票，的這個借錢買入股票的這個速度超過股票上漲的速度20%，就只有在2000年、2007年、2021年，末升段的時候，都是股票還沒跌之前，最後上漲的時候。那麼這一次2025年的5月借錢的速度呢，是比股價上漲的速度快了25%。那麼在過去幾次發生這個事情就是怎麼樣？2000年大跌嘛，
2007、08年大跌嘛，2021年大跌。好，過去3次只要發生這樣的事情，接下來都是大跌。好，剛好都是大跌，好，都是大跌。好，那麼我們再把這個美股散戶投資人他的融資借錢的年增率，就是今年比去年，去年比後年這樣子，對比 S&P 500指數。好，上面呢黃色的線，好，黃色的線是那個融資餘額年增率，好，往下就代表融資餘額在減少。好，那麼底下這條線呢是什麼？底下這條線是美股的 S&P 500指數。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？來哦，大家來看哦，每一次呢這一個融資年增率反轉的時候，在這裡反轉，好，美股隔了一段時間就見到高點，反轉見到高點，反轉見到高點。好，那這一次呢，剛好，好，目前呢也怎麼樣？也反轉了。5月份到6月份也開始反轉了。好，5月份到6月份也開始反轉了。好，那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，為什麼？就是當投資人借錢的速度一直借，好，那麼投資人不可能有借不完的錢嘛。當借錢的速度到頂端，一直進場到頂端，沒有那麼多錢可以借的時候，好，代表願意借錢、借得到錢的人，他們都進場了。那燃料都沒辦法加進去的話，上漲的行情就沒辦法推動。好，那麼再來呢，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圖，好，就是剛剛那張圖。好，之前呢，在2000年3月份，融資餘額反轉，然後呢，大概4個月後，美股開始從最高點往下跌。2007年7月反轉，3個月後下跌。2021年3月反轉，10個月後下跌。好，所以現在呢，5月份是 53.7%，6月份已經掉到 49% 了。所以如果以5月份，假設是5月份到6月份開始反轉，往後推3到10個月，基本上呢，就是現在到明年第一季，就是美股要反轉的時候，很有可能美股呢就會由多轉空。好，這是按照過去的這個歷史記錄來做推算。好，那麼好是再來啊，我們再來看，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？這背後邏輯很簡單嘛。當美股融資的餘額的絕對值已經來到峰值，好之後呢的增速基本上沒有再擴張的空間了，等於是沒有新的錢進來推動美股上漲了，就沒有燃料再推高股市了。好，那看完美股之後呢，我们再看台股。為什麼剛剛美股？因為台股會跟美股聯動嘛。那美股的高點如果真的有可能就是現在到明年第一季會發生的話，那就要注意台股基本上也可能會發生。好，再來看台股。這張圖呢是台股的融資槓桿的規模，增加的規模。2025年5月呢，看到最右邊這個，大盤的融資，在2025年的5月的時候，去年5月的時候才2165億，到去年年底2025年12月增加到3389億，你知道嗎？突然啊，到今年6月的時候就暴增到6116億。好，這一次台股融資增加的速度是有史以來最快的，幾十年來沒有那麼快過，是誇張的快。那麼這個金額呢，也是歷史上最高的。好，簡單講，就是目前的台股是有史以來借錢買股票最多的時刻。好，那麼再來看，那麼台股的規律跟美股一模一樣。好，剛才先生幫大家整理出來，藍色這條線呢，當它往上又往下的時候，就代表融資餘額，融資餘額開始由增加變成減少，往上往下的時候，往上往下的时候，剛好都是台股開始反轉的時候。都是台股剛才反轉的時候。好，那麼好，那一旦它反轉的時候呢，很可能股價的最高點就會出現了。好，那比如說7月17號台股2953點，那個歷史上最大的跌點，跟7月28號的2030的跌點，其實呢就是已經在去槓桿。好，就是個融資啊、借貸這個很多融資借錢的投資人開始就被掃地出門了，被迫賣掉了。好，那麼為什麼卡爾先生敢說從短期來看，台股的最高點呢，大概就是6月23號的48618了。今年6月
有可能到今年年底，台股的最高點很可能就是6月23的48618了啊！我跟大家報告為什麼？看下一張圖啊，這一張圖是代表台股的融資餘額已經反轉往下了嘛？好，那我們再看下一張圖，下一張圖是什麼？來，這一張圖呢是我幫大家統計外資從這個去年的4月，2025年的4月買賣超台股有多少？首先去年的4月到10月買超6171億這裡，後來又賣了4300億，後來又賣了8355億，然後之後賣了1177億然後呢，我告訴你7月最狠，7月一口氣就砍掉了7388億。所以如果從去年4月加到7月31號，就是剛收盤的最後一天，台股外資已經在台股賣超1兆5051億了，就從去年4月統計到今年的7月31號。好，那麼問題來了外資一直賣，那台股一直漲，是誰在接盤？誰在接外資拋出來的籌碼？就是散戶的投資朋友用開到滿的槓桿，用借來的錢再接外資丟出來的籌碼，尤其是從今年年初進場的投資朋友。那麼外資呢，它是在很低的低點的時候大量買入股票，然後呢把股價拉高之後就開始一直拋，隨着股價漲到一直出貨。那我跟大家請教一件事情如果今天你是外資的話，你在台股已经經過过去1個月，整個6月底到7月份的大跌了。好，那麼整個台股的總市值最高已經減少24兆台幣，你沒有聽錯我們扣掉本周五的大漲之前1個月，台股就已經減少24兆台幣的市值了。好，那在台股已經跌掉24兆市值情況下，你如果是外資的話，你還會把股價拉高，讓散戶投資人解套嗎？你要去想這個問題。好，因為現在還有很多的散戶投資人還套在高點，不管是買 ETF 還是不管買個股，都可能還套在高點。那如果你今天是外資，台股已經跌了1個多月了，你還會把股票拉高，讓散戶在高點解套嗎？好，尤其再加上散戶的融資餘額已經在下降了，等於說後面散戶的錢已經沒有力度再進來了，現在散戶的錢開始在出去了。好，那你還會把股價拉高，讓散戶出貨嗎？好，如果你是外資的話，想一想這個問題。好，那麼再來呢？要注意的是，外資不只是在現貨提款，它期貨的空單呢也還掛在歷史高檔區，在禮拜五收盤的時候還有82000口。好，這代表外資對台股的避險或者是看空的部位都還沒有下降，都還在歷史的高檔，所以台股短線上要第一個止跌的訊號。不要跟我說卡先生，你很多朋友可能當沖玩習慣了，漲1-2天說你又看錯了又漲了。好，拜託看長一點，至少看個1-2個月、2-3個月，看長一點。好，不要看那1天2天的。好，那麼所以呢，第一個止跌訊號呢，就是要看外資什麼時候轉賣為買，而且要看到呢，外資在現貨上連續由賣超轉成買超，不是只有買超1天要連續買超好幾天，甚至幾個禮拜。才是代表它已經改變，同時要看到外資的期貨空單呢有明顯的回補往下掉，只要外資還不斷的提款，期貨空單還高掛的話，任何的股價上漲都把它看成反彈，而不是行情要回升。好，我再重講一次外資你看，過去好幾個月，這個賣4300多億，然後隔了7-8個月才賣8000多億，然後賣1000多億，結果呢，7月份一口氣砍了7400億。如果外資繼續賣的話，所有的股價反彈都視為反彈，而不是開始另外一波牛市了。好，再來第二個，我們來看第二個止跌訊號，就是台股的融資餘額大概要降到3800億到4000億左右這個區間，才能夠看看後面。可能不一定可能是不是有另外一波的上漲行情？為什麼？這邏輯很簡單嘛，
因為只要融資還在高檔，好，融資的金額底下這一條是融資金額，好，還在高檔的話，代表怎麼樣？代表啊，比如說現在跌到這裡了，那很多的投資朋友，尤其是今年年初才剛進場，他們的籌碼都還套在上面，他們還有股票還沒賣，好，還有股票還沒賣，好，那麼就代表呢，還有槓桿沒有被清洗完畢，好，還有散戶投資人借錢買股票的部位呢，都還在上面這個地方，好，那麼當股價一旦反彈上去的話，這些槓桿資金會開始逃命賣股票，而且可能還有新的槓桿去接手啊，就像你看哦，這裡啊，禮拜五大漲呢，本來融資是不斷減少的哦，結果禮拜五那一根大漲，融資又增加了200多億，好，那這代表怎麼樣？代表在上面的槓桿資金還沒被清洗完畢，只要槓桿資金還沒被清洗完畢，就不容易真正的止跌，好，代表呢，籌碼上面的籌碼是不乾淨的，好，就還有很多槓桿在的。好，我跟大家講的這個東西是怎麼樣？卡爾先生投資股票那30幾年，從2000年、2008年，好，還有包括中國股市2015年，像這樣的牛熊週期，我已經看過3次了，這一次才是第4次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相信我告訴你的這些東西，因為每一次，好，在股票拉到高點的時候，就有很多人會借錢玩股票，然後借錢玩股票的人越來越多的時候，股票就會暴衝。暴衝之後到一定程度，後面的借錢借到緊繃了，借不到了，後面進來的資金呢沒有那麼多了，然後開始賣方一直賣的話，股價就會下來。下來之後，每一次都要把這些槓桿資金殺的差不多之後，股市才會止跌。好，股市才會止跌。這個是我經歷過這一次算第4次的週期循環，每一次都一樣，每一次都一樣。好，那麼講了那麼多籌碼面的風險呢，我們來看看台股的基本面。目前7月台股的基本面仍然非常看好。好，今年呢，台灣的 GDP 成長率高達 9.64%， 是16年新高，而且今年第一季的經濟成長率高達 14.5%。那麼第一季整個企業的獲利呢，高達 1.56 兆，好，創史上的新高，年增 48% 哦，等於今年第一季賺的錢是去年的快 1.5 倍。那麼有120家公司的 EPS 創下新高，法人預估全年的獲利上看 6.5 兆，全年的出口規模也到達7831億美元，年增 22%。還有包括美國的這幾個大的雲端公司，還是繼續在花錢在買 AI 設備。好，今年還要花7000億美金來買 AI 設備。那麼2026年這個投資的金額好像還在往上。那麼整個台灣半導體的產值已經到了 7.1 兆台幣，好，也到達新高，好，那還在往上修正當中，好，所以其實啊，基本面真的有很看好，好，真的有很看好，好，真的是看好的，但是關鍵來了，槓桿資金跟融資餘額還是很多的話，他看的就是市場的情緒溫度。基本面呢，看的是股市上漲的體質。當股市過熱，就是那個情緒溫度過高的時候，股市是一定會修正的。好，但是體質呢，就會決定它修正完畢之後是不是能繼續漲。所以台股現在並不是台股的體質不好，而是這一輪漲太快，太多人借錢玩股票，那必然就會修正。好，修正基本上就必然會來。好，就必然會来。好。那麼最後呢，要跟大家講，趋吉避凶，注意4件事情。第一個，現在還有開槓桿的朋友，不管你今天是融資，還是信用借貸，還是股票質押，不管，趕快打開你的券商 APP， 檢查你的整體維持率，然後把剛剛講的只要有借錢的全部算過一次，包含你所有借錢跟股票質押部分，通通算進來，主動去槓桿。不要等市場幫你降槓桿的時候，一旦市場幫你降槓桿，然後你有沒有那麼多錢可以還的時候，不管今天要還給券商，還是要你去還給銀行，不管是房貸、車貸、信用貸款，你要是還不出來，你就會變成聯徵中心的黑名單，你未來幾年要借錢要幹嘛都非常的困難，會變成黑名單。所以這個
要很注意，要很注意。好，再來第二個，沒有開槓桿的朋友呢，也是要考慮拉高你的現金部位，而且你要假設台股跟費城半導體會從高點下跌35%到40%。重講一次哦，重要的事情講3次。你要假設台股跟費城半導體會從高點下跌35%到40%。你要假設台股跟費城半導體從高點下跌30%到40%。按照這樣的邏輯來檢視你的資產到底撐不撐得住，把它當成最壞的情況。如果你未來要是不小心跌那麼多，你會受不了的話，那你要趕快減碼。你要先假設，好，我現在不是在猜說未來會漲會跌，我現在是把最壞的相對比較壞的打算做好嘛。因為做事情一定是這樣，把最壞的打算做好之後，就进可攻退可守。好，再來第3個，基本面呢仍然很看好，所以呢，現在不用悲觀離場，耐心等修正完畢。但是這個前提是你要有办法等到修正完畢。如果你今天是開槓桿借錢的話，好，那修正完畢這件事情，你要是撐不住的話，修正完畢這件事情基本上就跟你沒關係了。你還不用等修正完畢，你可能就被抬出去了。好，所以耐心等修正完畢，好，讓融資槓桿降下來，等外資轉向的時候，機會就會出現。好，機會就會出現了。好，那麼再來呢？股價如果有反彈的話，是給你去降槓桿的，去拉高現金比例的，不是給你在股價高點去加碼、去追高用的。好，說到追高這一點呢，我其實就感慨非常非常有感觸。好，來，為什麼？看下一張圖。我在去年2025年3月的時候，我就分享，那個時候我就分享南亞科。好，大概在這個地方我分享的，那個時候我就提到未來記憶體可能會缺貨。我分享台塑集團跟南亞科，那個時候我就講記憶體會缺貨，而且那個時候我就跟大家講，南亞科的股價遠低於它的淨值，比如說它的淨值有100萬，它的股價只有50萬、70萬，就是便宜到不行，可以關注南亞科。好，從我分享到現在，到最高點，股價已經漲了12.6倍了。我的投資習慣就是去找那些在歷史低點未來會起漲的股票。好，買在低點才會安全，未來獲利空間才會大。當股價漲到高點的時候呢，就一定會有危險。好，那股價漲到高點的時候，我就會開始碎碎念，提醒大家股市有風險啊，要小心啊。好，來。如果到目前為止這一波，你目前手上的股票，過去1年、2年、3年加起來，你的股票是賠錢的，你要不要趁機看一下你自己的投資觀念跟策略是什麼？為什麼你總是喜歡漲到高點的時候才進去買股票？為什麼卡爾先生喜歡在低點的時候去找那些會上漲的股票？為什麼你總是人家在說什麼東西看好的時候才進去買股票或買 ETF？ 好。為什麼總是聽到好消息你才要進場追高？為什麼你不在股價低點的時候？好，為什麼在股價低點的時候你不知道要進場，還是你就不敢進場？好，所以呢，我要講的是，好，來，喜歡在這裡買的人，好，是壞習慣，而不是在這邊買的人，這個是個壞習慣。好。你的習慣不好，好，當你的習慣不好，甚至你又會借錢來買股票的時候，過去1個月這種下跌的趨勢，你就會受不了，你甚至就開始賠錢。好，所以呢，來，好，那既然講到這邊呢，那我們就來補充一下南亞科後續要怎麼觀察。好，來補充一下，既然講到這邊，我們來補充一下南亞科後續怎麼觀察。好，這是南亞科嘛？好。我到新聞上現在聽到很多分析師都在講啊，南亞科明年獲利多好，後年獲利多好啊！好，等一下我會講我的邏輯給你聽。好，那這是南亞科嘛？好，來，現在跌下來，然後周五暴力反彈嘛？好，所以接下來呢，是不是能夠突破這一條頸線？好，甚至繼續突破高點，還是在這邊平盤？
還是彈完沒多久之後繼續下殺？要怎麼觀察？我認為先不用再去聽南亞科未來多看好啦，南亞科記憶體未來多缺貨啦，先不要再去聽這些東西了。你真正要去聽的是什麼？你知道嗎？來，我們來看看，應該看看現在呢出貨量比南亞科還大的，好，全世界記憶體三雄。我們先來看Samsung，好，來，這是Samsung的 K 線圖。Samsung的股價 K 線圖呢，在這個地方呢，已經怎麼樣？打出了一個，已經跑出了一個假突破了。好，所以假突破就是股價從低點暴漲上來，突然反轉，就會形成一個假突破。好，現在呢，Samsung正在反彈，你就繼續看Samsung什麼時候反彈到不反彈了，開始往下的時候，那大概率南亞科的反彈可能也會結束了。好，那目前你問我三星有沒有可能突破歷史新高？以現在韓國人，好，以現在韓國這個去槓桿去的這麼嚴重，後面也沒有新的資金進來的情況下，我認為三星電子的股價要突破6月份的新高的難度是比較高，不要說不可能，今年內難度是很高很高的。所以呢，三星電子的股價如果拉上來又往下跌的时候，你就要注意南亞科了，因為邏輯很簡單嘛。好，我們再來看美光，美光也是一樣哦，所有記憶體都是一樣。這邊呢，它也出現了一個假突破的技術形態，現在也好像在反彈。等它萬一反彈結束往下的時候，怎麼樣？那也要注意手上的南亞科了。邏輯很簡單嘛，全世界的記憶體公司股價都反轉往下了，那你覺得南亞科有辦法自己獨善其身嗎？我沒有說它股價一定會跌哦，我只是分析這個邏輯讓你聽。好，分析這個邏輯讓你聽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要去想一想，好，要去想一想這些邏輯。好，講到這邊呢，我們再來講。好，來，今天我多講一點我的感觸了。好，我最近呢，包括前陣一直在電視上，好，聽很多的這個博主啊，或者是股票的分析師說，好，我們說台積電就好啊，台積電未來呢的 EPS 呢，明年會上看多少，後年到多少啊，產能滿載啊，獲利又增加啊，所以台積電未來的股價大概呢率3000塊沒問題，上看5000。好，那分析師呢就會用他目前看到的台積電的這個股票結構，它的獲利結構來推算它的股價。好，這個是很正確的。然後台股呢大概率會破5萬啊，上看6萬啊，因為台積電上去，台股就會上去嘛。這個分析沒毛病。好，那麼問題是，這個叫見樹而不見林，只看見數字，沒有看見整個林。卡爾先生的分析框架是什麼？當然，我也會去看台積電的基本面，看他的財報，看他的法說會未來講的如何。但是我不只是看到這個。第一個，我還會看到台積電客戶的體質。台積電今天有這麼多貨，是因為 Meta， 因為 Google， 因為 NVIDIA， 因為他前端那些美國大客戶下單給他。好，看完他客戶的體質之後呢，因為他的客戶現在現金流都不太夠了，所以他的客戶呢，大量的是發債券、發股票、借錢，在投資 AI 設備。那我就會開始再去看，那他的大客戶未來借不借得到錢？借錢會不會越來越貴？那如果借錢越來越貴，越來越借不到錢，那有沒有可能？我說的不是 AI 的投資減少哦，比如說今年1000億，明年要變2000億，萬一今年1000億，明年只能1500億，我告訴你，那整個從台積電到台灣的 AI 類股全部大震動，它不用減少投資。他只要投資增加的幅度沒有如預期，因為錢要是借不到的話，我就去分析這些東西。好，我除了分析這些東西之外，我還會分析政治層面的大國博弈。美國過去3-4年已經投入超過2兆甚至3兆美元以上，在做封閉式的 AI， 而且是非常昂貴的 AI 投資。但是中國呢，是用開源式的。而且是非常便宜，因為中國的 token 的價格可能只有美國的1/3甚至1/10而已。那麼這樣子一競爭下去，美國的 AI 會不會因為投入太多，結果回報不夠？
這個回報如果不夠，就會一層一層的去影響資金環境，影響客戶體質，最後影響到台積電。好，所以呢，好，我的分析會是這樣的一個框架。好，那我發現我其實有個天分，我從小就很容易把風馬牛很多不相關的事情，我有辦法找到這些不相關事情，好，他們的關係跟他彼此之間的連結跟脈絡，然後把它整理出一個趨勢，這個本身就是我的人格特質，我的強項。好，那麼也歡迎大家可以加入會員頻道。好，那每個月呢只有1碗牛肉麵的費用，因為有很多更深入的東西，不好意思，這個使用者付費，我只會在會員頻道跟大家做分享。好，尤其如果這一次你已經在投資上受傷了，你就應該花更多的時間學習宏觀的視野跟思考框架。比如說我右邊講這個，而不是只是聽某某某講說那個 EPS 看，或者只聽透過波浪分析啊，所以它價格會到多少啊？還有很多面向的東西你要去思考。要去看。好，那如果這次你到目前為止你在投資上受傷，你應該花更多的時間學習宏觀的視野跟思考的框架。卡爾先生的強項就是会去看週期。你如果今天不懂週期就在做投資，即便你只是存股，每天定期每個月定期定額扣 ETF， 你因為不懂週期，你也会在股價大幅下跌之後你就不知所措。所以呢，就真心邀請朋友們可以加入卡爾同學會的會員頻道，好不好？好，來，等一下10點呢，在卡爾同學會的會員頻道，我會分享美元、日元、人民幣、台股跟台積電。剛已經講了台股的一些內容，那我接下來會用形態學做更深度的分享，透過形態學告訴大家台股要怎麼看，股價漲到哪裡，未來就比較不會有太大問題，可能會波動。那如果沒有突破一個頸線，未來可能就有風險。為什麼啊？我會跟大家分享一套我觀察的邏輯跟方法。好，那麼明天晚上的9點的會員直播會跟大家分享債市斷奶，甲骨文會不會變成下一個雷曼兄弟？我要講的就是剛剛我說的，台積電的客戶現在借錢越來越困難。我不是說一定會有事情，我只是說那裡有一個風險我會去觀察。就像我剛剛所分享的分析框架。好，那我到了我投資做公益時間，非常感謝左邊的 Terry 跟右邊的李先生響應卡先我投資做公益，也非常感謝左邊的黃小姐跟尤先生響應卡先我投資做公益。那在此呢，再跟全世界的觀眾朋友呼籲，一起參加我投資做公益。你可以捐錢捐物資給跟你有緣的慈善團隊，然後一起參加我投資做公益。大家可以通過 email 或 Facebook message 把收據傳給我，一起我投資做公益。當我們必須要累積越來越多的福報，你的投資才會越來越順利，好不好？好，今晚的內容就分享到這邊，願世界和平，願大家健康平安，財富自由，大家晚安。